燃灯道：虽未过贫道之手，但那宝物确实与贫道有缘。既如此，那宝物可是副教主此前就知在何处而未去取的？不错，那宝物我早知在何处，只是尚未到出世之时机，故意之静候。既早知在何处，燃灯副教主为何不去此地守候，而是要等多宝师兄前去了才来此地问罪？云霄轻声问着，话语不急不忙，气定神闲。不等燃灯答话，云霄又轻飘飘地道了一句：燃灯副教主，如今已非远古，并非是见了宝物不错，说一句与自己有缘就可出手抢夺。若说缘法，那宝物若已落在我多宝师兄的手中，自是与我师兄的缘法更加深厚一些。燃灯副教主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燃灯当下就要开口反击，而在土洞之中的李长寿已是对多宝道人传声叮嘱：出场吧，前辈！云霄前辈当真是厉害，此事只需要前辈您一语定乾坤了。多宝道人几声大笑，身形一闪，出现在了高空云上，转眼又到了金鳌岛上空，落在云霄身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多谢云霄师妹辩解一二，贫道在侧旁也已听了一阵儿。燃灯副教主，我还有疑问，你若能答上来，咱们再谈今日宝物之事。燃灯目中顿时有些忌惮，却依然淡定地问：何问？燃灯副教主所说的宝物是何物啊？自是与贫道有缘之物。云霄身后传来一声轻笑，却是琼霄站了出来。琼霄笑道：燃灯副教主，您连那是何物都不知，如何知晓在何处？怕不是偶然路过，发现了多宝师兄在寻宝，就见宝起意了吧？哎呀呀，我大哥那一碰就倒之妙法，比起燃灯副教主您的脸皮，还真是远远不如呢。燃灯道人面色顿时黑成锅底，他缓缓点头，已知今日之事不可为，却是丝毫不发怒，只是道：既如此，此事贫道记下，稍后自会禀明教主，再来找各位讨个说法。言罢，燃灯道人驾云转身，留下一句狠话，便直接退走了。多宝道人看着燃灯道人的背影，不由眉开眼笑，负手而立，心气儿无比舒畅。待燃灯走远，一抹云雾包裹了金鳌岛，将金鳌岛暂时隔绝开来。大师兄，云霄嗓音自身后传来，多宝下意识的就哆嗦了一下，笑容顿时透出了淡淡的苦涩，慢慢的扭头看了过去。云霄刚要说话，多宝道人却是手疾眼快，袖袍一甩，左手一招，土洞中的李长寿眼前光影摇晃，乾坤兜转间，李长寿已经是出现在了多宝道人身侧，被多宝道人拉住胳膊。多宝道人笑道：云霄师妹快看，本师兄这次真捡了个宝。哈哈，捡了个宝。李长寿还未来得及吐槽，云霄的那双眸子就泛起了少许星光。云霄仿佛在说：怎的又是道友？问询他为何又会跟多宝师兄搭上关系，还会被多宝师兄一把抓来此地。两位仙子又见面了。李长寿虽然有些措手不及，却也知道不能让截教大佬们对自己生气，对着云霄和琼霄做了一个道揖。此事也是曲折离奇，还请容我稍后细细言说。云霄轻轻颔首，目光总归是流露出几分温柔。倒是某不配拥有出场描写的琼霄哼了一声，言道：你谁啊？咱们见过吗？稍等稍等。李长寿尴尬的一笑，在袖中摸出了一只纸道人，化作了海神专用的老神仙模样。这具中年道者相貌的纸道人化作纸人模样，钻入了老神仙的袖口中。李长寿又做了一个道揖：仙子勿怪。一旁的多宝道人顿时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李长寿的纸人，云霄也是露出几分笑意。倒是琼霄一手扶额，嘴角轻轻抽搐。
又是你这个喜欢扮老的小家伙。怎么，你们都认识？多宝道人笑道：海神与我三仙岛可是熟人，我们兄妹4人也得了海神不少关照，大姐还为他亲自守关12年。大师兄，你说我们认识不认识？守关12年，嚯！多宝道人的那双大眼瞬间贼亮。三妹，莫要这般言说。海神道友与我兄妹4人颇有缘法，得了海神道友关照也是实情。咱们下去说吧，莫要让众位同门久等。善。多宝道人点头答应了一声。李长寿道：啊，那晚辈这就告啊！嘿，告啥告？多宝道人立刻出手，直接向前拉住了李长寿这一具指道人的胳膊。长庚，你跑个什么？来都来了，怎么也要一同热闹一番。再有，那燃灯副教主万一在路上埋伏你，你法力不足，灵宝不够，这化身如何应对啊？走，下午喝茶，吃酒，贫道还有这般多套路想跟你详细言谈。等酒足饭饱，你再告辞。刚好云霄师妹在这儿，让她送你回天庭，也不必怕了那燃灯。李长寿看向云霄仙子，却见云霄仙子含笑点头，他也不好继续推辞，于是做了一个道揖，跟在多宝道人的身后，与云霄、琼霄一同出了岛上的云雾，朝着下方截教众仙而去。一番寒暄问候，几声笑语答疑，往来迎去皆是笑脸，满座各处尽是仙婴。截教仙人们确实是随心所欲，多宝道人要跟李长寿谈，李长寿就被安排在了此地婚宴的主桌，还是在多宝道人身侧的座位，另一侧就是云霄娘娘。这若是阐教的宴会，李长寿辈分不足，主桌都上不得。他们刚刚入座，李长寿就听得一声略带惊喜的传声：啊，教主哥哥，此前不是说是吗？李长寿扭头看去，却见自家二教主敖乙正站在大殿的角落中。敖乙立刻就要向前来，但是一见李长寿这一桌所坐之人，又不由得顿住了脚步。哎呀，气场太强，令龙龙生畏啊！李长寿传声道：啊，与多宝前辈偶然遇到了，被拉到了此处，稍后我去找你和弟妹叙话。敖乙答应一声，低头回到了自己的座位，与姜四儿咬耳朵低声说了几句。姜四儿也扭头看来，妙目中满是赞叹。今日喜宴的2位主角那不重要，此时呢已经是走完了结道侣的仪式。那对结成道侣的截教仙人向前来时，多宝道人自袖中掏出了3、4件后天灵宝作为贺喜之礼。李长寿也不能失了礼数，在袖中取出了2瓶灵丹，人教善炼丹药的好处也得到了体现。本来在李长寿看来不算出众的4品、5品灵丹，在截教仙的眼中也算是一份不轻之礼。送上贺礼，吃喜宴也就变得多了几分底气了，毕竟随了份子嘛。但李长寿坐在多宝道人与云霄仙子的中间，当真是有些拘束，也不敢动筷子，只是含笑坐在那儿，如泥塑一般。突听传声入耳，左侧的云霄仙子问道：道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右侧多宝道人也问：长庚，你跟云霄师妹是怎么回事？哈哈，大概这就是大佬的默契吧。李长寿先回云霄仙子言道：我寻宝时意外遇到了多宝前辈，而后又遇到了那燃灯副教主，此事解释起来也是颇为复杂。随后又回了多宝道人：前辈您不要误会，我与云霄仙子有过几次交集罢了。云霄传声：不急，你且慢慢说来。另一侧的多宝道人表面不动声色，暗中一阵轻笑：有几次交集，哼哼，不尽然吧。贫道刚才可是嗅到了云霄师妹见你之后，可不只是神情有变化，自身道韵都变得如水般温柔，她自身的味道都变了。怎么，你莫不是还嫌弃云霄师妹？诛仙4剑了解一下。诛仙？李长寿的心底跑过一只只鸿蒙巨兽，
什么鬼啊？邪教上上下下都怕云霄仙子找不到道侣吗？像云霄仙子这般如诗如画如道而生的存在，道侣二字不是在侮辱他吗？李长寿吐槽的来不及，已是开始左右传声，尤其是跟这般高手言谈，每一句话都要细细思量斟酌，怕引起误会，怕言谈失度。这若是谈的一件事也就罢了，多宝道人这边拉着他疯狂八卦，云霄则是细细的问询有关今日燃灯与多宝之事。不多时，琼霄在旁边又来凑了个热闹，问他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新路子，还让李长寿跟云霄仙子说说情，让他跟碧霄能够外出活动活动。这与操控指道人完全不同，李长寿不过片刻就感觉到心神疲倦，差点就炸了。还好云霄及时发现了李长寿的异样，感觉李长寿回自己话时比较慢，还会多这般表达正在思索的言语。云霄柔声问：可是多宝师兄也在与你传声？哎，不错。为何不与我说一声？你先应着多宝师兄，勿要轻慢了，你我稍后再谈便是。李长寿心底一暖，对着云霄仙子道了一声谢，开始专心与多宝传声，侃侃而谈。半日后，夜幕星辰，空海无痕，一朵白云自海上飞过，载着两道身影朝着渡仙门方向而去。云霄仙子是知晓李长寿底细的，此前出金鳌岛时，驾云带着李长寿朝天庭而去，但半路又折向了东胜神州。路上李长寿也是毫无隐瞒，言说自己得了伏羲前辈指点，去那处山谷寻宝，意外撞进了多宝道人，在多宝道人的关怀和帮助下，取到了2枚小小的铜钱。随后那燃灯赶到，多宝带自己在土洞躲藏，一路追到了金鳌岛上。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。第一，李长寿并未主动算计多宝；其二，从李长寿这个后知者的角度而言，这个落宝铜钱若是被燃灯得去，最终吃亏的还是截教。云霄听罢略微思索，便道：此事倒也怪不得你，那燃灯副教主当真有些过分。你这指道人之法也可突破金仙境了吗？这般对你实力倒是大有增益，当为你贺喜。唉，怎了？没事没事，就是想到了此前被天罚。我现在倒是在想，自己怕不是得了天道老爷的关爱。渡劫遭天罚，炼丹制宝也遭天罚，批得我是皮开肉绽，但是稳妥起见，还是只能够感恩感念。这般似有还无的轻笑，李长寿不由看向云霄，却见云霄抿嘴轻笑。那一刹那，星芒映在他白玉无瑕的肌肤上，李长寿都看呆了。淡定淡定，因果，这都是大因果呀。李长寿的心底竖起了一只红色木牌，立刻收敛心神，保持古井无波的心境，与云霄仙子继续笑谈。云雾迷蒙间，山水相依连。李长寿从未觉得金鳌岛离着渡仙门能这么近，才说了几百句话的功夫，已经是到了渡仙门山门附近。云霄看着那护山大阵，可用我送你入阵？不用不用，我用指道人接一下就好了。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多谢仙子送我这一程。云霄略微欠身，那我这边回三仙岛修行了。仙子慢走。当下云霄仙子驾云转身而去，身影不过转眼就消失在了璀璨星辰之下。李长寿落向下方密林，随后施展起土遁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因果该怎么斩呢？落宝铜钱、定海神针、大禹治水图、相思宝树、五行灵珠。地下密室中，
李长寿清点自己最近所得的重宝时，也有些满足感，自身实力得到了较大的充实。不过五行灵珠是要用在小琼峰核心大阵上的，虽然这5颗宝珠合成一套，勉强可以算作是先天灵宝级别的宝物，用在此处有些浪费，但是换个角度考虑，这也给小琼峰今后的发展之路增加了更高的可能性。毕竟小琼峰流浪计划只是初级阶段，终极形态应该是类似于翻天印的杂人板砖，以及固若金汤的可移动洞府。大禹治水图乃是海神专属，这也算是今后金仙境指导人的重大底牌。定海神针不用提了，自己也不可能跟一只猴来抢掏耳勺吧。这铁棒啊，命中注定就是要去东海，自己想想办法把上面的功德之力搞出来就是了。真正能用到的便是落宝铜钱。将2只铜钱拿在手中，李长寿仔细地打量着铜板之上应有的字迹纹路，此时都是有些模糊。用手指轻轻地蹭了几下，发现这一层类似于包浆的东西其实是俗世的浊气，经年累月凝成。正如多宝道人所言，只需要用自身功德蕴养，就可以让此宝重现光辉。李长寿沉吟几声，决定先稳一稳，等下次去给圣人老爷上香之后，带去天庭用功德祭炼。按理说燃灯应该不会再有感应了，但是以防万一。师兄。丹房外传来了灵娥柔柔的呼喊声，守在丹房中的指导人立刻站起身来，对着灵娥招呼道：按我指引，施展化形术，由此处小孔进入其中。好。灵娥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一声，依言照做。很快地下密室的木门被轻轻推开，灵娥有些好奇地打量着此地各处，迈着轻盈的步子跳了进来。